花海航行，用心讲述每一个故事。世界科幻巨著《与罗摩相会》，原著阿瑟·克拉克。2077年9月11号，那是一个美丽的夏日，一个突如其来的巨大陨石撞击了欧洲北部地区，2个城市从地球上消失了，60万人因此而丧命。这第一次打击的震惊过去之后，人类以前所未有的决心和团结精神行动起来了。为了防止陨石袭击给地球造成灾害，太空卫士计划诞生了。到2130年的时候，火星的雷达每天会发现数颗小行星，太空卫士可以自动计算出它们的轨道，并对危险系数较高的小行星提前预警。最初编号为439的小行星还在木星轨道时就被发现了。439号小行星独来独往，孤身在星海中游荡，但它正在对太阳系进行一次空前绝后的访问，因为它运行极快，太阳的引力场永远无法将它捕获。这颗小行星引起了人们的注意，科学界将其命名为罗摩。研究人员使用架设在月亮背面的反射望远镜对罗摩进行了观察，他们发现罗摩像其他所有小行星一样确实在自转，但自转速度每小时竟达1000公里以上。除去这个小行星的2极以外，想在任何其他地点登上罗摩都是相当危险的，但这样一个物体竟然能完整的存在，这确实令人惊讶。太空委员会派出了无人探测器去观测罗摩。3个月后，探测器在1万公里以外拍摄到的第一批图像，顿时使全人类的活动戛然而止，因为荧光屏上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圆柱形物体。人类这才意识到，罗摩绝非是一个自然天体。摄像机所绘出的轨迹还提供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情况，那就是罗摩很轻，而且是空心的。诺顿队长临危受命，他乘坐着大力号飞船去探测罗摩。大力号飞船在罗摩北极不到1000米的上空盘旋，并最终从北极的极点成功降落。飞船将与罗摩一道向太阳飞去。40天后，他们将抵达近日点，彼时其与太阳的距离将不超过2000万公里。在大力号撤退罗摩之前，船员仅有3周时间用来探测。当然，这次探测很可能会是自杀性的。这也是近1个多世纪以来人类事物中第一次出现了毫无把握的情况。罗摩像坟墓一样寂静无声，在任何频率上都没有无线电信号，地震仪也察觉不出任何震动。诺顿队长开始了第一次舱外活动，刚刚走了几米远，就在这金属墙壁发现了一个轮毂。诺顿转动之后，不远处的墙壁开始移动，通向罗摩内部的路敞开了。此时，在月球上的联合星球总部也在紧锣密鼓地召开会议。主席说道：很显然，罗摩属于地外文明制造的产物，如果罗摩已经死去或已无人居住，诺顿就能以一名考古学家的身份对一种已经灭绝了的文化遗迹进行发掘。水星大使提出了异议，如果罗摩继续在活动并有人居住，就会出现2种不同文化的相遇，如果它们之间差别很大，那结果可能是灾难性的。说完后，会场的争论已达燃点，但最终大家都同意，既然诺顿已经打开了第1道门，那就不妨一直走下去。之后，诺顿带队步入了罗摩的内部，队长发射了照明弹，黑洞洞的世界突然光亮夺目。在它四周有着一些过渡舱，舱外有着一些台阶向下延伸，周围的管状世界有明有暗，斑斑驳驳，也许就是森林、田野、冰封的湖泊和城镇。最远方是一条深黑的环带，沿着这个世界
围绕一周。那是一个离奇的海，圆柱海。诺顿对首次探测结果进行了汇报。罗摩的整个内部空间有50公里长，16公里宽。我们身处罗摩北半球，北部城市命名为巴黎，中央平原有一条冰带围绕，它被命名为圆柱海。圆柱海对岸的城市命名为纽约城。总共有6个城市，彼此之间由某种交通系统相连。目前待考察的面积有4000平方公里，可供考察的时间只有几个星期。看完诺顿的材料，会议中心开始了讨论。地球大使说道：罗摩无疑是一艘太空方舟，根据已知的罗摩轨道和速度数据，假设它一直都没有改变轨道，我们可以追溯到它几百万年前的位置。罗摩上次途经某颗恒星还是在20万年前，那是颗不规则变星，所以罗摩可能已经在太空中飞行了上百万年。月球大使说道：如今罗摩里漆黑冰冷，毫无生气。罗摩人当初或许是要逃避某种灾难，进行了远航。根据罗摩外壳的损耗的速率以及对罗摩的生物学周转速率的合理猜测，罗摩的生态系统只能维持大概1万年。在这悬臂稀稀拉拉的恒星之间，这点时间根本不够用，不等抵达其他恒星就已耗光了全部的能源。但水星大使提出了质疑，他认为罗摩的轨道直指太阳系，完全不像是巧合，人类不能掉以轻心。主席最后说道：我认为罗摩的建造者早已死去，但其自动导航系统仍然在运转，操控罗摩前往最近的宜居星球。就我个人而言，我感到惋惜。可是至少咱们已经回答了一个古老的问题，那就是人类并不孤独，群星再也不是过去的模样了。诺顿队长的探测还在继续，随着进入到罗摩内部，队员们的重力也在随着深入而增加。经过空气检测，大气中竟然含有低浓度的氧量，虽然浓度不高，但可以供人呼吸。但令诺顿疑惑的是，罗摩比地球上任何一个历史建筑都要古老，但内部的一切看起来却如此崭新，丝毫没有被磨损的痕迹。而另外一队人马，他们正走进圆柱海的边缘。经过对圆柱海的分析，他们发现海是结了冰的水，其中含有碳化合物，还有磷酸盐等多种矿物，不过并不包含任何生命的迹象。在罗摩委员会办公室里，会议仍在举行。地球大使说道：现在罗摩已经处于在金星的轨道之内，处在这一位置的物体被太阳直射时，温度预计会达到500度。许多星期以来，太阳的光热一直在向罗摩内部传递，所以很有可能温度升高，大气运动后会在罗摩上产生飓风。随即罗摩委员会向诺顿队长发去急电，时速200公里的飓风很可能会突然发生。在罗摩上，一声巨响让整个营地立即惊醒过来。声响从圆柱海方向传来，队员们火速前往查看。曾经圆柱海处在永恒隆冬的威力之下，它是一个静止冰封的世界。现在靠近太阳之后，圆柱海的深处在融化。突然间，罗摩四周发出了夺目的亮光，黑暗的罗摩迎来了破晓。圆柱海上面升起了雾气，并急剧升到了几百米的上空，很快就要掀起万古以来的首次风暴了。罗摩委员会的每个委员都出席了会议。水星大使认为，如今的形势已经改变。此前人类一直以为罗摩是无生物的，但现在再也不能说罗摩是个器物了，它必然是根据排好的程序去执行某项任务，这项任务也许对人类非常不利，是时候考虑安全问题了。主席说道，整个问题的关键是罗摩有没有推进系统，它是否能够变换轨道。
月球大使说道：“罗摩最初当然是由某种装置推动发射的，但目前我们还没有发现什么线索。”2天后，队员们再次进入了罗摩内部。罗摩内部的风暴停止了，透过浓雾，他们看到圆柱海有着一条瀑布笔直地倾泻下来。直觉告诉他们，在这个自转的天体里，任何一个下落的物体都不可能笔直往下掉，这可是一件极不平常的、令人害怕的事。圆柱海的海水经过化学分析，显示其中已经诞生了大量的单细胞微生物，类似于早期地球海洋中的浮游生物。罗摩仅48个小时产生的巨变，地球却需3.8亿年。队员们不知道明天还会发生什么奇特的景象。之后，队员们乘船去圆柱海对岸一探究竟。平稳地航行了20分钟以后，他们抵达了纽约城的街面。很快，诺顿就发现这座城市更像是一座工厂。他猜测这座工厂那未生产的原料大概是从海里来的，他所制造的东西也许就是罗摩人。队员们很快走到了这座城市的最尽头，他们爬上了环绕城市的顶坝，极目向南望去，这500米高的绝壁似乎把罗摩分成了2部分，南部肯定还有着一些重大发现。诺顿将会想出怎样的办法越过高墙，而罗摩又将发生怎样的巨变？罗摩那隐秘的目的究竟是什么？